大家好，今天来填个坑，用死亡兽医终结者来演示一下预喷高光。先用棕色喷罐把整个棋子喷一遍，接着从上斜45度跟正上方，用灰白色喷罐给棋子喷一个预制高光。喷好的效果是这样。这次因为要出差喷好了，只能先涂一支。为了保留预制高光的明暗效果，盔甲主色直接用棕色洗漆来自洗上色就可以了。笔尖多点漆，随意的把漆铺满在盔甲的表面。棕色洗漆颜色比较透明，即使用对比漆，也可以把一漆出界的地方处理掉。画的时候可以大胆放心去画。自洗出来脏脏的盔甲十分适合死亡守卫的风格，甚至可以在干透以后，画一些污渍在盔甲上。接着用肉色对比漆涂一下腰间的装饰和肉管，还有镰刀上的肉体增生也涂上肉色。然后用上次试过效果还不错的灰色对比漆，画一下动力管和死亡兽医的锁指甲内衬。接着用莱特林棕来画战镰的金属部分，比起经常用的深灰，这个棕色更加适合死亡守卫的感觉。从瓶子接出来厚厚的涂一层就好了。接着画同色金属的部分，这次都是跟之前一样用棕色对比漆来涂。小心的不要涂出界，把漆深深地积在刻线里面。肩甲的边框和背包的金属部分都用棕色小心涂好。肩甲上的变异部分用浅绿色来简单涂一下。镰刀刀柄的缠部用古色对比漆来画，而木质的刀柄涂点深棕色对比漆就可以了。Scale 75的深紫色对比漆可以做洗漆用，把变异肉体自洗出病态的感觉。布置兜帽和披风都用紫色对比漆来画，画的时候从上往下画，使用对比漆要避免来回涂抹，这样可以减少笔痕。把红色和紫色1:1混合，用来画盔甲裂口里的内脏。背部喷涌出来的灵能毒物可以用浅蓝色对比漆来画。接着继续用这个浅蓝色，随意点在同色的部分，做出铜绿生锈的感觉。
死亡守卫，死亡兽医终结者完成。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，我是葡萄，我们下期再见。